上星期分享了一个我对清流君新青安必赔钱的影片的看法，得到许多人的回应。很多人提到模型里的参数设计并不太合理，例如买房一开始并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去装潢，应该把钱省下来去买更大的房，开更大的杠杆，或者拿去投资赚钱都可以。也有人说房子的折旧成本不应该算进去，因为在偿还本金的时候已经有了折旧的概念。有更多的人则是建议买房在逐年偿还本金之后，虽然杠杆已经下降了，但是还可以继续去增贷，把钱给借出来，再继续去投资，维持5倍的杠杆。不过呢，买股票的这一派他们也认为股票可以去质押，或者甚至去买杠杆型 ETF 来开杠杆。总之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如果以后要进一步去微调模型的话，我会把这些建议一并考虑进去。从留言区的众多留言当中，我也去看了清流君影片的留言，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买房派是略占上风的。我初步的估计大约是6比4，买房派稍微多一些。不过买房派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市场上还是有很多人是选择买股票来租房子的。从双方的讨论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两派的争论短期之内不太会有结果。买房或者是买股这两个策略其实都有可取之处。理论虽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但是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还是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也就是选择要先买房还是去买股。当然，如果你的资源足够的话，鱼跟熊掌谁说不能够兼得呢？当然是买房跟买股同时都要啊。只不过大多数的人资源都是有限的，在面对买房还是买股这个问题之前，如果要你硬做一个决定，你会如何选呢？我就用我实际的经历来分享给大家，这不见得是正确的，只是我过去10几20年来的经验，所以如果大家在留言区里面批评的时候，敬请小力一点。先说结论，我是买股票租房子这一派的。不过这不代表我放弃了买房子这件事情，我应该还是会去买房。可是呢，这也不保证我一定会去买房。我们一点一点来说。我大概是在2001年开始工作的，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没有家里的资助，不要说是头期款了，我连存款都没有，所以不存在买房或者是买股的问题。我在那时有投资一点股票，而且那时候的我应该还是一个主动型的投资者，想要试图打败大盘。我想我应该是赔钱的那80%的韭菜，时代有点久远，我就不去想了。在工作了3年之后，我出国念书，念完了2年书，在国外工作了1年。在2007年回到台湾，也算是从零开始，一样是没有存款，甚至还背了一点学贷。所以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我身边没有什么钱，所以危机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一直到2009年，我开始进入被动式投资的阵营，再加上单身一个人住在父母家里面，所以我积极的开始存钱。在过了2-3年之后，我身边有了一些存款了，可是要拿来当做房子的头期款，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在35岁之前，我想要买房子，但是我没有钱，买不起。因此，我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投资到市值型的 ETF 里面。典型的代表就是台湾的0050，或是美国的 VT 或者是 VTI。再加上当时我适时借的一些信贷，开了一点杠杆，所以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也就是在45岁之前，遇到了2009年到2020年期间股市几乎是一路上涨的美好年代，我的资产也开始慢慢累积起来。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薪资在跳槽之后有所增加，这点对所有的上班族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段时间房地产也上涨不少，可是以我的经验来看，在两边都不开杠杆的情况之下，股市的涨幅应该是胜过房地产的。如果硬要给个不精确的数字，那就是股市的年化报酬应该是有8到10% 左右，可是房地产可能是4到5% 的年化报酬。当然，如果两边都开了杠杆之后，房子可以开到5倍杠杆，它的整体涨幅可能会更高才对。不过以我自己经验来看，我在2020年应该可以负担得起当时的房价，只是我最终仍旧决定不买房，继续租房。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开始有了提早退休的想法。如果我要买房子的话，势必要把大部分的资产都放到房市里面。房子会继续上涨没有错，但是我可能除了房子之外，存不了多少退休金，更不要提早退休这件事情了。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比较过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把所有资产都放到房地产里面，在我即将退休前，可能会有2间房地产，一间自住，一间拿来出租。在这种情况之下，手边没有太多的金融资产，也就是没有股票或者债券，
我们最大的依靠就是那间出租的房地产，而你有很大的可能不会想要把它卖掉。可是继续持有这间房地产的话，租金收入肯定无法让你过上退休生活，而且你还有可能再还其中一间的房贷。第二种情况是把资产分成两半，一半放到自住房里面，另一半则是拿来做资产配置，也就是去买股票跟债券。退休金的来源就是股债的资产配置这一块。可是我们必须要先把自住房的房贷都还完，再来累积你的退休资产。在 3% 提领率的条件之下，想要提早退休，其实也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最后一种情况是不要买房，把所有资产都集中起来，放到股和债的资产配置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资产会用比较快的速度去累积跟成长。虽然要负担每个月的房租，可是整体来说，达到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其实是最高的。以上是我个人的经验，所以我最后选择了第三种方式，让股票来为我累积退休资产。至于房子，就用租房的方式来解决。我之前住过新北市，现在住在台北市里面。台北市的租金稍微贵一些，但是整年份的租金也只有房价的 1.5% 到 1.5% 左右而已。有人可能会觉得帮房东缴房贷实在很少，但是我却觉得房东用这样的价钱租房子给房客是一件很两边各取所需，这就是市场的功能。最后感谢股市一路以来的上涨，我如愿在2022年的8月离开了职场，开始体验退休的生活。如果我之前选择了买房的策略的话，不论是买1间房还是买2间房，可能无法这么早离开职场。可是这并不代表我放弃买房了。租屋族最常被攻击的一点就是，等到你老了之后，就没有人想要租房子给你。的确，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是非常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你是房东的话，将心比心，你也会晓得，你也不希望把房子租给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能造成问题不说，万一哪天独居老人不小心在房出了什么事情，你身为房东，到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变成独居老人的话，甚至不用到独居老人阶段，当你只有自己跟老伴2个人想要去租房子的时候，即使你秀出了再多的资产，也不见得有人会想要把房子租给你，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不需要去怪罪任何人。虽然这是政府可能要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政府可能没有这么多能力可以解决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离那个阶段可能还有10年以上的时间，我会如何处理这个现象呢？我大概有2种方法。第一个，在我的名下还有我父母的房子，虽然这不是我自己的房子，可是在我老了之后，真的无处可去的时候，这里可以是我的避风港。第二个，一切都要靠自己。在退休资产里面，我一直留有部分资产准备要去买房子。当然，在10几20年之后，也就是我60几岁或者更老的时候，银行应该不会想要贷款给我，所以我必须要用自己的现金来买房子。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买得起1间套房或者是1间小房子而已。不过拿来作为老夫妻安身立命的地方，我想应该是绰绰有余了。所以，虽然我在过去的10年没有买房子，只是用租房的方式来解决住的问题，但是我有自己的规划，到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流落街头才是。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买房跟租房的经验分享，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支影片见。